这个男人被困在了暴风雪的中心，活命的关键在于，在风雪来临前的3小时，能否在这里建造出一个可以让他居住的安全屋。此刻的他就深陷在这暴风雪的漩涡里，风雪正以每分钟20公里的速度向他碾压而来。时间就是生命，阿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锁定了一个带有天然优势的地方，这里被4棵树环绕，这简直是天赐的框架。他拿出一大卷厚实的塑料薄膜，开始缠绕。可别小看这几块钱一卷的薄膜，它可是能救命的神器。薄膜能有效的隔挡冷空气，并且还防风保温。对了，如果您被困在了这里，可以带3件装备，您会带什么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带回来。和我想的一样的，请在评论区留个表情，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此时外面的温度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，他的身体在迅速的失温。阿里点燃了一堆篝火，在西伯利亚的深处，别看现在周围很安静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随时都有可能冲出来狼群。明火的火堆可以有效的让狼群不敢靠近。在野外能让身体迅速升温的方法，就是让身体摄入高度的热水。他做了一个壶架，把小水壶放在篝火上面。白雪中红色的野果显得非常漂亮。阿里摘来了2颗，放进了水里。阿里割开它的薄膜堡垒，刺骨的寒意就让他的屋内产生火气。这说明庇护所的热效率还不够。他抓起雪铲，利用暴风卷起的积雪，将厚厚的雪块堆砌在薄膜小屋的4周和底部。雪是最好的房子，让小屋的底不会再有寒风吹进来。此时的雪开始变大，天空也暗了下来。如果他直接坐在冰冷的雪地上，传导散热会迅速抽干他的体温。他利用周围找到的树枝，在小屋内离地约20公分的高度，快速搭建起一个简易望。刚才阿里把门割开了一个口子，导致透风严重。他利用原木做出来了一个正方形的框架，再用塑料薄膜缠绕，他的防风大门就做出来了。接着，阿里拿出了他的另一件生存神器——便携式壁挂。虽然小屋只有狭小的4平米左右，但这个高效的小炉子一启动，屋内的温度就会开始迅速提升。煮雪取水是严寒环境补充水分最安全的方式之一。他把泡好的豆子放进了煮沸的水中，而此时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。吃完饭后，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。他知道最危险的时刻，希望这个小屋明天不会被大雪引来。疲惫至极的拉克将在风雪的呼啸声中尝试入睡。